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建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3个，一个是解放军16战机闯入马来西亚防空识别区，第二个是广东疫情持续，广州封38个区域，这个封城的范围更大啊。然后就是北约秘书长呼吁对华强硬啊，我们先讲这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皇家空军6月1号指出，16架中国解放军军机5月31日侵入马来西亚防空识别区，解放军战机阵营包括运20、伊尔76，马来西亚空军紧急升空拦截，并公布照片和解放军军机飞行的线路。那么马来西亚空军的新闻稿指出，沙捞越防空中心5月31号上午11时53分，通过雷达发现16架中国军机从南中国海以时速537公里的速度侵入马来西亚那个防空识别区，并接近马来西亚领空。那么解放军军机以战术编队飞行，并在这个北康岸沙上空改变飞行方向，在7000到8000米空中飞行。马来西亚空中交通管制部门试图引导解放军军机，但解放军并未遵守指示离开。马来西亚军方随即派战机升空拦截，发现解放军战机均为运20、伊尔76战略运输机，可能正在执行某种战略任务。马来西亚战机贴近解放军军机飞行，并以广播驱离，最终这16架战机按照相同的路径绕飞回到南海。马来西亚认为此事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并发表这个图片马来西亚外交大臣说，马来西亚将会提出外交抗议，并召见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让对方解释为何侵犯马来西亚领空和主权。马来西亚外交部的声明说，马来西亚的立场是明确的，愿意与任何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早些时候表示，中方这些飞机是在进行飞行训练，没有侵犯其他国家领空，并严格遵守国际法。然后马来西亚网友群情激昂，要求马来西亚空军把中国军机打下来有各种在网络上声音很大当然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解放军的战机不仅仅骚扰台湾，现在就轮到了马来西亚。那么马来西亚的网友说，可以明白台湾是什么感受了，没想到中国军机竟然敢来。那么南海国家应该合作击落解放军战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一点时间。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马来西亚过去60年一直是有巫统这个巫统是个政党，巫统一党主宰。那么2016年巫统开除了现任主理穆希丁那么穆希丁和退出巫统的这个马哈蒂尔共同创建了土著团结党那么马哈蒂尔任荣誉主席穆希丁任主席，然后和这个前副总理安华组成多种族的希望联盟。希望联盟在2018年大选期间，利用这个马来西亚公众对贪污腐败滥权不满，那么这个率领这个希望联盟击败了这个巫统领导的国民阵线然后马哈蒂尔重新出掌首相总理那么2018年5月马哈蒂尔再度出任总理那么这是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理。然后8月他就访华
先到杭州，然后坐高铁到上海，再飞北京，在北京见了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啊。那么之前的这个总理就是赶下台的总理叫纳吉布，纳吉布是亲中派，那么他和中国签了一系列的"一带一路"的协议其中包括一条铁路和一个深水港那么后来纳吉布因为贪污伊马基金贪污案丑闻曝光下台他也导致了乌统失去了60年的政权马哈蒂尔政权叫停了兴隆铁路兴隆铁路是中国投资140亿美元那么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7年动工然后刚刚开始马哈蒂尔就叫停要求重新谈判但是呢马哈蒂尔上台不到2年时间2018年2月穆希丁率领超过30名国会议员和这个国民阵线结盟一举推翻这个马哈蒂尔政权本来他跟他是盟友结果推翻了他然后马哈蒂尔是2月24号提出辞呈那么穆希丁今年是72岁今年73岁他是土著团结党的主席他和乌统还有伊斯兰教党联合组成联合政府那么然后就是3月1号穆希丁宣誓就任这个马来西亚的总理就是现在的总理那么乌统就是执政联盟里面最大的政党当然穆希丁原来也属于乌统那么穆希丁上台之后恢复了乌统执政时期和中国的关系双方往来频繁就在5月21号上午中国总理李克强和穆希丁举行这个视频会议双方就中马关系合作抗击疫情交换意见你听一句话新华社的稿子这么说他说穆希丁表示马来西亚愿与中方加强经贸投资数字经济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农业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这就是现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应该是很活络很热络但是尽管中马关系是这个样还不错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中国解放军的战机这个闯入马来西亚防空识别区我为什么要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是你要看一下双方的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你比如说解放军的战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为什么原因是两岸关系非常恶劣然后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台美关系不断升温这是解放军战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原因那么后来你看到一个类似的情况是什么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其实还不错可是就是他们的关系很好的时候这个中国派了300多艘这个武装民兵的渔船去这个牛轭岛在牛轭岛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菲律宾恶心得够呛怎么办菲律宾就不断的抗议但是呢船转了一圈又回去了这就是菲律宾遇到的情况现在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哪里发生在马来西亚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一下马来西亚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我们就要确定的是什么我们要确定的是解放军这个军机闯入马来西亚的防空识别区它是属于什么性质如果这个中国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很差很不好那这个性质可能跟这个台湾类似它现在问题是双方关系还挺好的刚刚5月21号刚刚双方进行视频通话还讲得非常的热闹这边解放军就来了所以这个情况和菲律宾的情况很相似
说明什么？第一，中国在持续推动它的这个扩张进程。当然，你可以看解放军在干什么。这个解放军派的16架战机，全部都是运输机。当然，他没有安排战斗机去护航，说明什么？他其实是向马来西亚表示他没有敌意啊，所以他全是运输机。但是这次没有战机，那下次可能就有战机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中国在持续的推动它的扩张进程啊，并没有因为中国和外部关系的恶化做出任何的调整和改变。那你可以看啊，大家知道，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马来西亚在什么位置？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的最南端啊。那么中国地图里面讲，中国领土最南端在哪里？曾母暗沙，曾母暗沙就在马来西亚的北边一点，就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它最南就是马来西亚是在南中国海的最南部。我们沿着这个地图你可以看到啊，沿着地图就是从北到南，台湾，然后是菲律宾，然后是马来西亚，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越南，就是这边是越南，这边是马来西亚，上面是台湾，再往下就是马来西亚。中国要是往南中国海方向去这个战略方向进行扩张的话，它上来会碰到谁？上来就会碰到菲律宾，一上来就碰到菲律宾，再往下，再往南走就是马来西亚，这边是越南啊。所以越南这3个国家，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是中国向南向扩张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对象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关键节，所以你可以看到，越南这2年非常的安静啊，没有中国跟越南之间没有声音，但是并不是没有动作啊。其实越南很恶心，就是中国在开采，在有争议的地区开采石油，那对于越南来说它是有压力，其实有压力。但是这2年越南不作声，但是他把他所有占领的这个南中国海的岛屿进行了武装化的一个进程，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菲律宾现在就是在向这个美国靠拢啊，因为菲律宾跟美军进行联合军演，就是在牛轭岛300多艘武装民兵武装渔船在那待了几个月之后，菲律宾实在是熬不住了，找美军来，我们一块联合军演啊，意思就是要把他们赶走，就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其实目前中国对外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么刚刚和欧盟翻完脸，然后跟这个东欧国家开始翻脸，整个欧洲开始慢慢的失去了原来的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新西兰开始回到了这个五眼联盟当中去，所以大洋洲那边跟中国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澳大利亚一直在跟中国过不去。现在实际上现在就剩下东南亚啊，对中国来说还能稳得住局面的就剩下东南亚。可是东南亚，菲律宾刚刚跟这个美军做完军事演习，原因就是他承受的来自中国的压力。那么现在轮到了谁？轮到了马来西亚。所以中国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考虑过去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啊，这就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这件事情有什么影响？第一个，对东盟来说震动很大啊。那么之前之前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其实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他们和中国的这个争议是由来已久，不是新鲜事情。
那么现在突然解放军的战机跑到了马来西亚这个位置，第一个已经深入到南海的深处啊，而且直接到了什么？到了整个，你看整个东南亚跑到马来西亚这个位置，那基本上所有的地方都会去的了。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所以对东盟来说有产生巨大的震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东盟来说，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赶紧找美国来，美国人要赶紧回来。这个动作，我相信产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什么？就是东盟可能得尽快的找美国人谈谈啊，所以它会产生一个推动力，就帮助美国把东盟拉到美国的怀抱当中去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大家知道，在东欧，特别是中东欧，中东欧现在慢慢的和中国在分开，其中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过去1-2年的时间，之前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做他们的工作，那么夸下海口，准备在当地做大规模的投资。但是这2年，这个投资之前的承诺就没有兑现。之前承诺没有兑现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中国跟这些国家的这个经贸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啊，这些国家本来经济不是特别活跃，那么中国跟他们的经贸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现在在往下走。那么往外投资的这种资源也不多啊，到处都要钱。你想一下，中国现在到处都要钱，中国财政本身非常困难，所以在过去10年的一带一路啊，把央企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核心主体是谁？央企。央企现在是什么呢？过去20年的基建投资啊，把地方政府的这个腰包给掏空了，所以地方政府现在是没有钱啊，就包括地方政府的这个地方国企，基本上现在掏空了。过去10年一带一路把这个央企的这个口袋掏空了。大家知道央企都做什么？央企基本上是在做这个原材料基建投资。所以“一带一路”的核心全是基建投资、原材料行业啊。那么央企要大量的去海外投资的主体全是央企，所以央企把这个钱投的差不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东欧这些国家不是重点的地区，它原来夸下海口就兑现不了，这是这些国家你讲的那么热闹，结果你钱不来。那怎么行？这是他们最后跟中国分手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你现在问题是到了东南亚这边，情况也差不多。东南亚对中国来说，那么它也，你可以看到，往东南亚投资的大部分是什么？制造业、加工业或出口企业，往哪里走？要么去越南，要么去泰国。马来西亚也有一些，但是只是产业链的迁移而已，在当地的投资主要是这些。那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项目能不能投？能投，但问题是钱就有问题了。中国自己经济开始有问题了，所以中国经济实力开始下降，对东南亚的这种控制力也在下降。所以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在做这些动作，这个情况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这个东欧的情况，就是一方面你的原来的承诺兑现不了，另外一方面你该做一些战略动作，开始和这个周边这些国家开始出现摩擦，你这就是把东南亚往美国那边推呀。情形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情形，好吧？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题目呢拿来讲？原因就是东南亚可能就是下一个中东欧啊，东南亚啊。
好，那我们下面一个讲这个北约秘书长啊，北约秘书长，北约现在正在召开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举行这个磋商会议啊。那么他这个是为什么呢？为6月14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啊做准备啊。那么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啊5月31号指出，中国的崛起会带给北约成员国新机遇，但也会带来严重挑战。他呼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那么北约6月14号举行峰会就北约的这个2030年倡议做出最初步的决定。美国总统拜登会亲自去欧洲参加这个会议啊。那么为了准备这次峰会，所以开了一个这样的外交部长跟这个国防部长这个视频会议啊。斯托尔滕贝格明确地表示，希望会议能够重新拟定北约的战略构想，这个很重要啊。那么讨论如何应对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那么他在记者会上说，他说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判断是错的，中国估计成不了了。该国国防预算位居全球第2，海军规模全球最大，像下饺子一样下新舰艇但是开不动而且北京正在研制高音速研制超音速武器等高科技武器装备。但是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和我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很重要。他们不相信民主，不相信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他还表示，北京、中国迫害维吾尔人，打压香港反对派，威胁台湾，而所有这些都是关乎北约的安全问题那么他还强调对中国的评估，各个成员国的意见越来越一致大概是这样那么这是北约的态度，北约的态度越来越清晰，而且北约成员国的立场越来越一致，这就是北约。对西方国家来说，北约原来是对付苏联，那么苏联倒台之后，北约拿来对付俄罗斯那么现在北约的任务主要是对付中国，同时也要对付俄罗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方向大家可以看一下马来西亚这个飞机看得见吗？看不见往这个飞到这个马来西亚的防空识别区进来，我看一下不反光的位置，看见红色的红色的看见吗？看得到吗？红色的往下走了一下就又回去了大概是这样哎呀，我应该学一下用那个软件。第3个，我们讲讲广东疫情。广东疫情持续，广州封闭38个区域广东省卫健委发布公告，近日广东省广州、深圳、佛山和茂名等城市接连报告本土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请广大市民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识。我特别要读给大家听就是希望广东省的网友注意坚持防疫3件套：戴口罩、社交距离、个人卫生。牢记5个还要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这个我觉得很对，请大家留意然后他说，近期非必要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以及有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报告的地区。尚未接种疫苗的人员，请根据安排尽快按程序完成疫苗接种。6月1号，广州市卫健委通报，5月31号0时至24时广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1例
那么原来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1例，新增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都在荔湾区，广州市的荔湾区，这个本土传播还是比较明显那么新增10例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病例，均是从密切接触者和重点人群中排查发现那么核酸检测为阳性转这个广州市第8人民医院隔离那么另外，广州已经有38个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就是人员严格居家足不出户，就把家封在家里了那么6月1号，广州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即日起38个区域实行封闭管理通告如下：一、荔湾区中南街全域7平方公里，总共是0.83万人那么全市所有感染者居住和工作的37个域点和周边区域严格居家，足不出户，实行封闭管理。然后就是白鹤洞街、冲口街、海龙街、龙教街、海珠区的瑞宝街、瑞宝南洲民院几个小区我就不念了。然后是荔湾区石围塘街、茶告街、东沙街、花地街，花地也开始了执行严格的健康管理，非必要不外出，实行住家，单位2点一线，闭环管理。然后第4，全市除以上区域执行13号通告第3点防控措施，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进入餐饮娱乐场所、室内文化体育场馆、各种市场需亮码，就要亮码，健康码大概是这样那么现在就是广州佛山进行出城管制所谓封城就是只进不出只进不出。那么如果要出，有条件：第一，体温正常；第二，凭健康绿码；第三，72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才能在机场、铁路、公路客运站离开城市那么这一轮的疫情始于5月21号，所以其实非常的快，疫情发展的非常快。那么5月21号开始，一直到现在，总共才10天时间那么截止到5月31号24时，广州市确诊这个阳性病例就是阳性就是感染病例42人，其中34人确诊，那么比30日增加了11个人，无症状8人30日为7人那么广州本土的疫情蔓延到了佛山，那么佛山确诊3例，无症状3例那么全部都和广州的病例相关。现在情况是广州3个机场，广州、佛山、深圳3个机场进行了出行管制。那么广州另外5座机场，珠海、揭阳、湛江、惠州、梅县，那么就没有进行这个出行管制深圳那边是盐田又增加了2例这个无症状感染者。那从目前来看，它全部都是在这个第3轮全区域核酸检测排查时重点人群发现。那么现在就是深圳这边就说全部都是和5月21号这个感染有关联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好吧，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今天3个主题总结一下。第一个，解放军战机闯入
16架战机闯入这个马来西亚防空识别区啊，整个东盟震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广东的疫情持续，广州已经封闭了38个区域啊。那么北约秘书长呼吁对中国实行强硬的态度。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明谢啊 ，Jenny 唐谢谢 ，Jack Han 谢谢。观点，在军事上四面树敌，有利于习近平更牢固地掌握军权。为什么？给个理由先。四面树敌有利于掌握军权吗？这个逻辑是什么？能再讲一讲吗？观点，在已经没剩几个盟友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到处树敌，唯一能看到的理由就是中国内部党派之争，维稳和洗脑的需求越来越高。除了这个理由，没有任何逻辑能讲得通的了。所有的这些全是为了内宣的大国崛起东升西降。我觉得他还是要推进他的扩张进程啊。扩张进程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的扩张进程是怎样，但是你可以看啊，他不断的通过这个第一岛链往太平洋走，往东边走，往东边走，他也一定要往南边走，他就要扩张嘛，就是要不怎么叫扩张嘛。那么至于他的扩张进程，他的战略部署是这样，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他派16架飞机跑到马来西亚的防空识别区去，肯定不是训练，肯定是一种试探，或者是一种部署吧。提问：早上王老师的节目中提到习的讲话，反映出领导层知道国际形势严峻，和他们也想改善，可是现在又对别国军机骚扰，继续到处得罪人，更把更多的邻国推向美国怀抱，加强美国的阵营。他们是真的蠢吗？真想不通背后的逻辑。这里面还是有一点这种对形势的判断吧，我觉得啊，这里面有2个形势判断，一个形势判断就对自身的实力的判断，他觉得我没问题啊，我现在实力够啊，就算你们全走过去，我实力还够，这是一个判断啊，会不会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判断就是，我必须走出去啊，否则走不出去的话，我老困在第一岛链里面，我没办法实现我的战略目标啊。那该得罪就得得罪啊，好朋友就是关系再好，我也得把我想做的事情做到。但是我觉得是这么个想法啊。提问：听大陆新闻，前几天开了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大会，现在怎么还有这个奇葩玩意儿啊？这个有的，我知道的，我听到过，之前就开。与会40多国都是谁？我怎么数也只有4个国家。望王先生解答。网友答：的确很多国家都有共产党，比如日本虽然人畜无害，有很多国家有共产党，有很多有这个它叫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不一定只是局限于共产党啊，有些社会党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比想象不一定只有共产党啊。你比如说朝鲜就劳动党啊等等啊，这个要数的话可以数出来蛮多的。问题：生活在匈牙利，匈牙利有很多华人新移民。我和夫人也担心最近匈牙利的骚操作会不会被赶出欧盟。当初移民匈牙利就是因为它是欧盟成员国。提问加观点：
中国企业本来就不愿意雇佣女性，开放三胎以后，这个现象会更严重。女性被赶出职场，腾出的位置被男性占据，男性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容易娶老婆。女性在职场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后，更需要依靠男性，这样一来就能提高结婚率，进而达到提高出生率的目的。请问王先生如何看待？这是中央有意为之，还是误伤女性？中国的政策有没有这么深的含义呢？我不相信。那是连滚带爬的时候，一不小心捡到，就是经常中国的政策目标经常是，湖南话有一句话叫瞎鸡婆撞进了米箩里，一不小心撞进去的，并没有那么深的用意。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这么思考。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简单粗暴，说这么技巧性的这个前空翻转体360度这种动作，我不相信他有。当然，如果你说开放三胎这个，在职场上，女性受到歧视这件事情是没有疑问的，是没有疑问的，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不公，社会不公啊！中国的职业场，那么起码有3个方面对女性的歧视。第一个就是性别歧视，很多岗位有些岗位根本不信任女性就是说基本上女性没有机会做的岗位，这是第一个，就是性别歧视。第二个就是怀孕的歧视，当然有些岗位就不安排女性的原因是因为就上来就问结婚了没有结婚了是吧？那就要想一下，就考虑一下。那么2个人，一个结婚，一个没结婚，那就要没结婚，就是这种婚姻歧视然后是生育歧视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对女性能力的歧视所以中国的职场上对女性的歧视是很严重的，不是一般的严重，非常严重。而且这个职业场上对女性的这种压制也是很厉害。那么，但是三胎会增加这个女性不愿意雇佣，我们先讲一胎吧，三胎，这一胎还没生呢，直接就奔三胎去，也不可能嘛。所以，提高结婚率，现在结婚不容易，彩礼你就凑不齐你说说，现在又要买，你说结婚第一彩礼，第二房子，第三车子，第四还要存款，第五你还得挑个人，你说说这哪娶得了？不容易，现在结婚不容易，对于城市的这些男性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三胎影响女性就业这件事情，提高结婚率这件事情，有点绕，有点远情况，昨天观看孩子幼儿园六一活动的演出过程中，一度以为是7·1，老师的贺词、孩子们的歌词、舞蹈语言以及其他活动内容全跟6·1没关系，都是在祝贺、感谢、赞美共产党。看着孩子们、老师们身着军装，我脑子里莫名蹦出2个字：纳粹，浑身发冷，很恐惧。警告我所有朋友，能走的快走吧。是的，情况清明6·1都变成了感恩党听党话节，小学广播天天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共产党号召闹革命。情况，广州今天很多人的健康码无端端变成黄色，进入地铁和菜市场都要出示健康码，比昨天明显的紧张了很多。OK， 这叫什么？这叫数字集权数字集权。提问：我收到国内的医务人员可靠消息，
说现在广州每天至少超过200例以上，现在 CCP 说谎太厉害，有可能本地爆发绝对不是那么10个8个的级别，如果10个8个级别，这种规模的封城，不合理啊。情况2点：一，本周通知打1针，有部门去了3个人，3个人回来均出现发烧情况。2，2人严重需要躺下休息，1人相对好点。2，片区内一远一近2家幼儿园，远的建豪华，重点园，近的老旧不起眼。原打算去远的，但细看公众号大事件新闻，发现一个细节：豪华园的重大事件做很多纸枪排列，还有纸做的东风15，让小朋友有拿枪保卫意识。反观老旧园，升旗活动都是走过场，故果断放弃豪华园，去老旧园，都被洗。我选择轻一点，好吧。情况在澳洲，60岁以上人打 AZ， 我们老两口前天打了，无任何不良反应。儿女打了辉瑞，有相似王老师的反应，完全恢复啊。观点：怀疑地方政府有拿疫情为由压榨老百姓的嫌疑，包括物资、检测，都是一笔收入来源。地方政府财政吃紧，在各个方面捞钱，这个有点难吧？怎么捞钱？都免费，免费怎么捞钱？观点：现在的中国就是苏联的延续，现在的对外方式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继承了共产国际的做法，瓦统。以前实力不强的时候，跟苏联争夺社会主义话语权，练就了一身编瞎话的能力。现在经济实力强了，要继承苏联未完成的红旗插遍全球的事业梦想，真的太像了，但比苏联更狡猾。第一，中共编瞎话的能力跟苏联不是跟苏联学的，天生就有的啊，天生就有的啊。共产国际是它的上级单位啊，共产国际是苏联的其中一个指挥各国共产党的一个指挥机构啊。那如果你说跟苏联学也差不多啊。另外一个呢，就这个苏联的延续，又继承共产国际的法统，继承嘛，可以这么说。观点：中共体制因为其独裁政治，所以具强烈的维稳需求。但是这种人为刻意压制社会系统波动的意图，会严重破坏整个社会自我学习和改进成熟。所以越是维稳，往往越是带来巨大的动荡和隐藏的极端风险。从中国各阶层都有这种现象，就像家庭里家长刻意压制孩子，最后反而带来更大的叛逆。怎么说呢？中共一直在研究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又压制，又不产生动荡啊？他在研究这个事情，我看过一些论文，他现在也在做一些制度性的设计。这个制度性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啪一棍子打下去，然后其他的产生这个涟漪效应，把这个震动冲击释放出去。它有些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啊。情况：中国通过海警法加强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执法，单方面改变了现状，这导致了日本修改宪法的愿望高涨。同时，美国也支持日本能够在东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大多数日本民众对修改宪法，会将无法避免国家卷入战争的结局，所以反对修宪。一部分
民众还是慢慢的在改变原来的看法和认识，认为修宪对维护国家安全是必要的。我认为日本民众的看法的改变速度越来越快，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中共在帮忙啊！你想一下，那去年这个海警船去钓鱼岛去了多少次啊？去了300多次，没有去的那几次因为打台风。你想想看，对于日本人来说，他那种感受那是很憋屈的。为什么？日本实力比中国强太多了，好吗？就是因为和平宪法，所以日本不能有军队，所以对日本来说，他会觉得他碰上了一个赖子。你说所以我觉得中国使劲折腾钓鱼岛，那对日本国内的这个情绪将会产生很大的帮忙啊。提问王老师，我对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都有生活过，也略知一二。泰国其实对中国的态度其实还是有些暧昧。对于泰国来说，日本更为亲近。为什么？因为日本投资日本投资，而且日本游客也多马来西亚虽说精英都是华人，但马来西亚也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菲律宾，美国彻底底的小弟，总统那些骚操作就是偶尔闹点脾气。印尼我不太了解，想请教王老师，对于新加坡，你觉得它在中美之间会如何权衡？我觉得新加坡就是怎么说呢？新加坡它的机场有一半给了美军的有一半是给了美军的新加坡的军队是去台湾训练那么李光耀早年是个非常坚定的反共分子所以其实新加坡骨子里是非常拒绝共产党，骨子里是这样。那么新加坡这些年跟中国关系走得比较近，也是因为中国大国崛起嘛，那就别得罪了那么应酬中国，当然新加坡在中国也吃了大亏。新加坡在中国吃的大亏就是苏州工业园，新加坡举全国之力搞这个苏州工业园，结果被中国摆了一道，台湾叫摆了一道。李光耀就跟中国翻脸，翻得差不多了。其实虽然面子上大家还能过得去，但是其实新加坡人很明白，他们在中国得不到什么便宜他们现在应酬中国主要是不想惹事，不想得罪毕竟是个地区强权。所以新加坡在骨子里它是跟美国会走得比较近，但是他面子上又不会跟中国翻脸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态度所以美国要争取东南亚国家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必须做到，才能够改变东盟对美国的态度。第一点，美国必须在东南亚体现它在东南亚的存在。你不能不在那儿，你天天不在那儿，这个中共天天在当地存在，那对东南亚国家来说，美国是不可靠的。你必须在当地存在，把这个存在和让每一个国家都感受到你在当地的存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必须把东南亚作为一个重点培养的经济增长点，这个很重要就是好朋友之间你必须要有利益关联，好朋友之间如果没有利益关联，仅仅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是没办法建立同盟关系的。所以美国假如想改变东南亚的政治取向，
那他就要在经济上帮助东南亚去推动他们的经济愿景这一点美国是能做到的美国是能做到的，但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得表态才行。如果你不表态，美国也没必要这么干。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进程所以我觉得，整个东南亚现在就是中国还在帮忙推嘛一个是中国帮忙推，美国也要做他该做的事情。当然，美国有他的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所以我觉得东南亚可能会是靠后一点的战略目标。观点：中共已经树敌无数，还要到处惹事，增加敌人。看似荒谬的事情背后逻辑就是习近平的帝国梦。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惜得罪全世界，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不光是习近平的歹毒，更是集体体制的必然结果。即领袖的意志高于一切。提问：早上节目老师说战狼以后可能变成猫，但是我怎么觉得这样更可怕？如果习再回到韬光养晦，西方会再上当吗？你觉得他会韬光养晦吗？我想他猫是因为他的实力在下降他再想装孙子是没有人相信的了。提问：国际关系专家张维为给中央政治局上课，他给领导们讲的与他给粉红们讲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吧？那当然，给领导那得掏心窝子的话，给粉红们就是忽悠嘛，表演性质嘛。给领导呢也表演，但是得掏心窝子情况：疫情导致广州很多健身中心关门了，这些企业配合政府说关门就关门，但是政府没有任何补偿和支持，这就是 CCP。那是我请客你会抄提问：中国高考马上开始了，王老师这几天能不能聊一期关于中国教育系统和西方教育系统的话题？没准备，我看看有没有新闻，有新闻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下。中国教育系统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说，但是如果有新闻我们可以再讲没有新闻干讲就会很干吧，不好听观点：国内儿童们戴红领巾，那都是鲜血染成的，不恐怖吗？从小洗脑洗成脑残，长大后继续共产主义，有能力的还是把孩子送出国接受教育吧。是的。观点：每天听王健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感谢网络让我能够看到这个平台，感谢王先生的节目让我毫不犹豫的翻墙订阅。看王老师的节目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和时间，这个节目精彩之处在于王老师对新闻独特的见解和观点，以及后半段各网友精彩的留言，让我觉得不再孤单心存希望。我帮助了身边的朋友翻墙，并推荐了这个节目给他们，希望更多的墙内的人可以接触到这个节目。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知道很多的网友在推荐我们这个节目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动力这也是我继续努力的原因我会继续努力把我们这个节目做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这个特别是墙内的网友那么在一个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还能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难能可贵，我非常感谢。也请大家注意你们有2点。第一个，请大家不要随便跟别人讲，你还是自己好朋友你可以讲，但是不要轻易告诉别人你翻墙有些人喜欢说这个不好，不要讲。你翻墙的事情最好不要张扬这是第一。第二还是注意不要那么太
执着的去说服你的朋友啊，你可以提供一些契机，如果他有意愿，你可以帮助他啊，帮助到看到一些其他的不同的观点，甚至帮助他提供一些条件，让他醒来啊，但是不要刻意去做这个工作啊，因为现在的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好，明谢露露，谢谢 Renee Mac， 谢谢沈奕晨，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